你相信吗？日常餐桌上一道简单的菜就能让补钙效果提升数倍，让骨头硬朗得想变脆都难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。但科学饮食的巧思往往藏在细节里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人人家中都有的秘密武器——豆腐，以及和它搭配煮在一起时能发挥神奇功效的那样东西。到底是什么食材能让豆腐的补钙效果翻10倍，让骨骼健康如磐石？可惜知道的人实在太少了。我们马上揭晓其中奥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人开始担心骨头变脆、骨质疏松，生怕哪天一不小心就摔出骨折。其实我们的骨骼就像一座股本银行，在年轻时存入股值，30岁左右达到峰值，之后股本就开始以每年 0.5% 到 1% 的速度流失。尤其女性在更年期，因为体内雌激素骤降，骨质流失速度加快，更容易罹患骨质疏松症，骨头变得像饼干一样脆弱，轻微撞击都有骨折风险。或许你没有感受到骨质在悄悄流失，但身体其实会发出一些缺钙的警讯，比如莫名其妙的肌肉抽筋，晚上小腿痉挛，平时指甲变得干脆易断，皮肤干燥失去光泽，牙齿也变得敏感松动，甚至经常失眠、多梦、情绪烦躁不安等等。许多人把这些症状当作岁月的自然痕迹，却不知它可能是骨骼在向你抗议，存款不够用了。当然，等到明显驼背、身高变矮，轻轻一摔就骨折，那往往是骨质疏松已经相当严重的阶段。我们要做的是未雨绸缪，趁早把骨头养护好，别等到银行户头见底才慌张补救。说到补钙，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多喝大骨汤，天天喝牛奶，或者干脆吃钙片。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吗？我们先来拆解一些常见的迷思。迷思一：大骨汤补钙。传统观念里，骨头含丰富钙质，熬成汤应该最补骨。然而，现代营养学研究给这想法泼了冷水。实验测定显示，一大锅骨头熬了几小时，其汤中的钙含量少得可怜，每100毫升骨头汤所含的钙甚至不到5毫克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比之下，100毫升牛奶约含有120毫克钙，也就是说，你得喝下20-30碗大骨汤，摄取的钙质才勉强等于一杯牛奶。更何况，骨头中的主要成分是磷酸钙，很难溶解到水里，哪怕熬汤时加一点醋助溶，溶出的钙还是非常有限。那为什么有些大骨汤看起来奶白浓郁，给人营养满满的感觉呢？事实恰恰相反，骨头汤呈乳白色并不代表含钙高，而是脂肪和胶质被熬出来，乳化悬浮在汤中造成的视觉效果。也就是说，您喝下肚的主要是油脂和热量，长期大量喝大骨汤，不但补钙效果微乎其微，反而可能因摄入过多动物脂肪和普林增加三高风险，血脂、胆固醇升高，以及可能诱发痛风，真是得不偿失。所以大骨汤真不是补钙灵丹，别再被它浓白的外表给骗了。迷思二：钙片随便吃就行。有些人嫌煮汤麻烦，干脆每天吞颗钙片，以为一劳永逸。适量的钙片补充对某些钙摄取不足的人群确实有帮助，但依赖药补也有隐患。如果没有配合维生素 D 等其他元素，钙片里的钙可能吸收率大打折扣，甚至在体内乱跑。有人不当补钙，反而在体内形成结石，就是因为钙没有好好进骨头，反而沉积在肾脏或血管壁里。另外，过量补钙可能干扰铁锌等其他矿物质吸收，也可能引发便秘、心血管问题等。不少中老年人一听说骨质疏松就猛吃钙片，但却忽视了骨骼健康是一个团队合作，光补钙还不够，还需要其他队友一起配合，才能真正强健骨骼。迷思三：只要喝牛奶就万事大吉。牛奶确实是良好的钙来源之一，但也并非人人适合天天牛奶灌下肚。首先，很多东方人有乳糖不耐受，牛奶喝了肠胃不舒服、拉肚子，钙还没吸收，反倒先给肠胃添乱。其次，牛奶并不是钙含量最高的食物，某些绿叶菜、坚果和豆制品的含钙量一点不输牛奶，而且牛奶属于动物蛋白，摄入过多动物蛋白可能导致体内酸碱平衡偏酸性，反而使钙从骨骼流失来中和酸性。当然，
正常饮食下喝牛奶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副效应，但指望只靠牛奶而不吃其他含钙食物，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补钙效果。均衡饮食才是关键。了解了以上误区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：补钙不能头痛，医头光盯着钙本身是不够的，单打一地补钙效果往往不理想，甚至南辕北辙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思维，找到富含钙的食物，还要懂得如何提高钙的吸收和利用率，避免让钙白白流失，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对骨骼有益的营养素，真正形成合力。幸运的是，大自然早就为我们准备了完美的搭档，只等我们善加利用。在众多食物中，有一样既平凡又不起眼的补钙高手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豆腐。许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豆腐其实是天然的钙库。传统豆腐是用黄豆磨浆后点入凝固剂制成，常用的凝固剂比如石膏、硫酸钙或卤水、含氯化镁和氯化钙的盐水。这些制作工艺使得豆腐本身含有相当可观的钙。举个例子，只要吃200克左右的北豆腐，传统老豆腐就可以摄取约300毫克以上的钙，轻松满足成年人大约1/3的每日钙需求。这份钙含量甚至超过喝下一大杯牛奶所得到的钙。难怪很多营养专家都说，豆腐是物美价廉的补钙佳品。更棒的是，豆腐还有几个让它成为养骨明星的优点。首先，豆腐来自黄豆，富含优质植物蛋白，骨骼除了矿物质，还有将近1/3是有机基质，其中主要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骨骼支架，蛋白质充足，才能更好的拖住钙质沉积，构建结实的骨头。而豆腐提供的植物蛋白不仅质量好，而且不像红肉那样带来高脂肪和高胆固醇负担，对中老年人特别友善。其次，豆腐含有大豆异黄酮等植化素，被称为植物性雌激素。更年期妇女因为雌激素水平下降，导致骨质流失严重，而大豆异黄酮有类似弱雌激素的作用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雌激素不足，帮助减缓骨质疏松的进程。简而言之，常吃豆腐不仅补钙，还可能一箭双雕，对女性骨骼健康格外有利。最后，豆腐容易取得，价格便宜，烹调方式多样，软嫩可口，老少咸宜。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，豆腐软嫩，容易咀嚼消化，比起啃坚果、嗑骨头要省力安全得多。对于不爱喝奶的孩子，豆腐的百变做法也能让他们开心摄取钙质。可以说，豆腐是餐桌上真正的平民英雄。不过，话虽如此，我们吃下去的钙不见得100%进入了骨头。如何让豆腐里的钙更好地被身体吸收利用，这才是让骨骼强壮的关键。一盘白水豆腐下肚，可能只吸收了其中部分钙，但如果方法用对了，豆腐的补钙威力可以成倍释放。这正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豆腐要搭配什么一起煮，才能把补钙效果提升好几倍？是什么样的神奇食材跟豆腐一起煮，能产生如此惊人的补钙威力？有人可能猜，是不是跟牛奶一起煮豆花，或者加什么补药？其实答案很接地气，就2个字：鱼肉。没错，平平常常的鱼，特别是海鱼和豆腐，可是一对公认的黄金搭档。传统养生就有鱼头炖豆腐这道汤品，民间一直流传鱼头炖豆腐能补钙又补脑的说法。现在科学解释来了，鱼肉中富含的维生素 D 正是钙。好朋友，有了维生素 D 的帮忙，豆腐里的钙才能更有效地被我们身体锁定、吸收，送进骨头里去。维生素 D 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，它就像一个钙质的搬运工和安装工。我们肠道里摄入钙时，需要维生素 D 来促进钙通过肠壁吸收入血。当钙到了血液中，还需要维生素 D 帮忙把钙嵌入骨骼这堵墙上。如果维生素 D 不足，你吃再多含钙食物，钙也难以顺利进入骨头，可能有一大半都浪费掉了。对孩子来说，缺维生素 D 会导致钙无法正常沉积在骨骼，严重时引起佝偻病。对成年人，缺维生素 D 会降低钙吸收率，久而久之引发骨质疏松。可见钙加 D 是一个永远绑在一起的组合。那为什么偏偏是鱼来搭配豆腐，而不是别的食物呢？因为鱼肉，特别是海鱼，是食物中少数天然富含维生素 D 的来源之一。深海鱼类如鲑鱼、沙丁鱼、
金枪鱼，每100克含有数百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， 而就算是我们常吃的草鱼、青鱼、鲶鱼，维生素 D 含量也不错。另外，鱼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Omega-3 脂肪酸，对骨骼健康也有辅助作用。Omega-3 有助减少骨质流失的炎性反应。总之，鱼和豆腐珠联璧合，豆腐提供高钙，鱼提供维生素 D， 两者一起煮，等于把钙的吸收利用率大大提高，达到了1+1大于2的效果。或许有人会问，维生素 D 我们晒太阳也能自己合成，为什么还要从鱼肉中获取呢？确实，日晒是人体合成维生素 D 的重要途径，但现代人大多数做室内，晒太阳时间少，再加上老年人皮肤合成为 D 的效率降低，很多人其实处于亚临床缺乏状态。与其冒着缺维生素 D 的风险，不如从食物中保险地摄取一些，鱼肉就是绝佳选择，而且鱼肉美味易消化，一举两得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小鱼干、虾米这类干货也是钙和维生素 D 的宝库。比如虾皮，晒干的小虾米含钙量惊人，100克虾皮的钙高达将近1000毫克。当然，平常不可能吃那么多虾皮，但在汤里丢一小把，就相当于加进去好几十毫克的钙。而且虾皮、小鱼干也有一定维生素 D， 以及丰富的蛋白质和其他矿物质，用它们来给汤菜提鲜，同时暗藏补钙玄机，真是中餐烹调的巧妙之处。难怪营养师常建议煮汤时放些虾米、小鱼干，炒青菜时撒点芝麻，这些小习惯累积起来，就能让一家人的骨骼更强健。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拉回豆腐和鱼一起煮这件事本身。试想一锅热气腾腾的鱼头豆腐汤，鲜美的鱼汤融入豆腐嫩滑的口感，汤色奶白，散发着浓浓香气。可别小看这锅汤，它里头可大有乾坤。鱼头熬出来的钙质、磷、明胶等营养溶在汤里，豆腐的钙在维生素 D 的引领下源源不绝地被吸收，再加上姜葱调和去腥又驱寒，简直就是为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滋补佳品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腿脚不灵便，腰背酸痛，喝上一碗鱼头豆腐汤，既暖胃又安心，心理上觉得骨头都有劲儿了。虽然有些夸张，但长期坚持吃这道菜的家庭，骨骼健康状况的确更令人羡慕。孩子成长期常喝鱼豆腐汤，个子蹭蹭长，老人常喝，骨密度检查常常优于同龄人。这背后的工程正是我们刚刚解析的钙加 D 黄金组合在发挥作用。如果不喜欢喝汤，也可以试试清蒸豆腐鱼片或豆腐炖鱼块等做法，将新鲜鱼肉和豆腐同蒸或同炖，不需太多油盐，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，也是补钙佳肴。鱼肉细嫩和豆腐软滑的口感相映成趣，更重要的是营养密度极高，一盘豆腐鱼片下肚，相当于吃下高钙、高维 D、高蛋白而低脂肪的一餐，对控制体重的人也很友好。可以说，豆腐加鱼的搭配，无论从营养还是美味，都堪称绝配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了解了豆腐与鱼联手可以大大提高补钙成效。不过，要打造一副强健的骨骼，补钙联盟里其实还有其他重要成员登场，他们和钙一样，都值得我们重视。在日常饮食中注意搭配，不仅让钙更好吸收，还能全方位提升骨骼的硬度和韧性。如果说维生素 D 是搬运工，帮助钙进入骨头，那维生素 K 就是木匠师傅，负责把钙钉牢在骨架上。维生素 K 参与了骨钙素等骨骼蛋白的合成，没有足够的维 K， 钙就算到了骨头附近也难以稳定的沉积。维 K 主要存在于深绿色叶菜中，例如菠菜、芥菜、羽衣、甘蓝、小油菜等。此外，发酵食品如纳豆也富含维 K2。饮食中同时摄入富含钙的食物和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，可以大大促进钙沉着于骨骼。经典搭配像是芝麻酱拌菠菜，芝麻酱钙含量极高，每100克含钙接近870毫克，是名副其实的补钙冠军。菠菜则提供大量维生素 K， 还有叶酸和镁等，两者携手就是一道香浓可口的补钙良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菠菜等某些深绿菜含有草酸，草酸会和钙结合形成草酸钙沉淀，
影响钙吸收。不过别担心，解决办法很简单，烫煮。把菠菜在开水中焯烫一下，去掉大部分草酸，再和芝麻酱拌匀，就能扬长避短，充分利用到它的补钙优势。除了菠菜，以小油菜为代表的白菜类蔬菜，草酸含量低，钙含量高，也很值得常吃。有人喜欢醋溜小油菜，滴一点醋，不仅提味酸性的醋，还能帮助钙从菜叶细胞中释放，更利于吸收一盘翠绿爽口的醋溜小油菜。可是含钙量不输牛奶的硬菜呢？钙和镁就像双胞胎兄弟，经常形影不离。骨骼中除了钙之外，镁也是重要成分之一，两者的理想比例大约是2:1，钙是镁的2倍。镁参与骨细胞的代谢，还协助维生素 D 转化为活性形式，间接帮助钙吸收。如果饮食中钙摄入很多，但镁不足，钙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。镁广泛存在于各种坚果、全谷杂粮、生绿叶菜和海藻中。想要补钙，同时别忘了补镁。例如上文提到的豆腐，其实富含钙的豆制品还有腐竹、油豆皮，每100克腐竹的钙含量高达数百毫克。腐竹搭配谁最合适呢？试试和紫菜一起煮汤。紫菜号称镁元素的宝库，镁含量极高，用泡发的腐竹加紫菜煮成清汤，不需要太多调味，就是一道补钙又补镁的绝妙组合。两者的钙镁比例接近2:1，是名副其实的健骨 CP。平日里我们也可以养成习惯，早餐一杯豆浆配燕麦，来一小把坚果，炒菜时撒点芝麻，炖汤时放几片海带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动作，其实都在为骨骼添砖加瓦，让钙更有效地强化我们的骨头。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C 可以美白，增强免疫力，但别忘了它对骨骼健康也有贡献。维 C 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必要辅助因子，没有维 C， 胶原蛋白生成受阻，骨骼的有机机制就打不好基础。坏血病患者因缺乏维 C 而骨骼脆弱，伤口愈合困难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日常饮食里，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绝不能少，它们是维 C 的主要来源。餐餐有蔬菜，天天吃水果，不仅让钙在一个胶原充足的环境下构筑骨头，也避免了缺钙时常见的牙龈出血、关节痛等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前面提到一个有趣的搭配，青椒炒鸡蛋。鸡蛋本身含钙不算太高，蛋黄有少量钙和维生素 D， 但加入富含维 C 的青椒同炒，一来色彩鲜艳诱人食欲，二来维 C 提升了钙的吸收率，也帮助体内生成更多胶原支架。当然，各种深色蔬菜水果如奇异果、橙子、草莓、西红柿、彩椒，随意搭配日常餐点，都能提供丰富维 C 来照顾骨头的需要。前面我们提到，骨骼不仅需要硬度，也需要韧性，而韧性来自骨骼中的胶原蛋白网架。对此，胶原蛋白本身以及构成胶原的各种氨基酸就显得很重要。人体可以自己合成胶原，但需要充足的蛋白质原料和维生素 C 等辅助，而随着年龄增长，胶原流失加速，所以从饮食中补充胶原或胶原原料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。哪些食物富含胶原呢？猪蹄、猪皮、鸡爪、鱼皮等富含明胶和胶原蛋白，是传统认为以形补形养骨的食物。比如民间有黄豆炖猪蹄的汤，说是给小孩吃能长高，给老人吃能补骨。科学上看，黄豆提供钙和植物蛋白，猪蹄煮出胶原，胶原提供骨架，让钙更好沉积。这道菜的确有其营养逻辑，不过猪蹄等也含较多脂肪，吃多了怕发胖，所以适量即可，不能指望天天大鱼大肉补胶原。其实只要我们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，比如鱼禽、肉蛋奶、大豆制品等均衡摄取，我们的身体就有材料源源不断的合成胶原，骨骼的有机机制就不愁没有基石了。除了以上几位主角，其实还有一些营养在默默守护骨骼，例如磷，它和钙一起构成了骨头的主要矿物质部分，二者比例约在1:1到2:1之间。好，磷在食物中非常常见，各种肉类、谷物都富含磷，一般不太缺，只要不是偏食挑食，就无需额外担心。再如钾，高钾饮食，蔬果富含钾，有助于中和饮食中多余的酸性，减少钙从骨骼流失。
所以水果蔬菜不仅提供维 C 和 K， 还通过钾元素间接保护骨骼。硼和锌等微量元素也参与骨代谢，它们存在于坚果、全谷、海鲜中，均衡饮食自然就能摄取到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骨骼需要的是一个多方位的营养支持，单独某一种营养再多，都不如多种营养协同作用来得有效。就像建房子，光有砖头、钙不够，还得有水泥、沙子、钢筋、其他营养，最后再靠工人施工、维生素和激素调节，才能盖起一栋牢固的房屋。骨骼保养也是同理，除了吃对食物，生活方式对骨骼健康同样举足轻重。如果把饮食比作内因，运动和日照等习惯就是关键的外因，两手都要抓，才能让骨骼硬朗一身。首先是适度的运动，骨头是活的组织，需要受力刺激来保持强度。俗话说用进废退，如果长期不运动，骨骼缺乏压力刺激，就会渐渐变松变弱。进行负重运动，如快走、慢跑、爬楼、跳舞、举哑铃等，可以刺激骨骼不断新生，增加密度。哪怕只是每天快走30分钟，也能显著减缓骨质流失的速度。反之，如果整天坐着不动，骨头会误以为主人不再需要它那么强壮，于是开始加速撤离建材。太空中的宇航员失去重力环境，短时间内骨质流失惊人，就是极端的例子。所以中老年朋友千万别因害怕骨折就不敢运动，相反，越是不动，骨头越脆弱，反而更容易摔倒受伤。我们应该在能力范围内坚持规律运动，用肌肉和骨头的协同训练来换取骨骼的稳固。当然，运动方式宜量力而为，循序渐进，既要有刺激，又不能过度劳损关节。快步走、太极拳、低强度力量训练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强健的骨骼其实是养出来的，3天打鱼2天晒网可不行，长年累月的良好习惯才是最终让您骨骼如钢铁的秘诀。再谈阳光与维生素 D， 虽然我们通过豆腐、配鱼等饮食摄取了维生素 D， 但晒太阳依然是获取维生素 D 的经济又有效的途径。阳光中的紫外线 B 能促使皮肤中的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 D3。每天晒太阳10到20分钟，让面部和手臂等曝光，是对骨骼的又一层保险。有阳光的日子里，不妨走到户外活动筋骨，一边锻炼一边合成维生素 D， 双管齐下，强健骨骼。对于高纬度地区冬天日照不足的朋友，可以和医生讨论是否需要适量补充维生素 D 补剂，但千万遵医嘱适量，避免过量带来副作用。最后，不良习惯也要尽量远离。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骨骼的大敌，抽烟会损伤骨细胞，降低钙吸收率，并加速女性体内雌激素的分解，导致骨质流失更快。酗酒则影响维生素 D 的肝肾激活以及钙的吸收，长期下来骨密度直线下降。此外，高盐饮食会增加钙从尿中流失，每天盐吃太多的人，往往骨质流失也更厉害。还有一些饮食习惯，例如过量咖啡因，也可能轻度影响钙吸收，利尿带走钙。当然，正常摄取咖啡茶饮问题不大，只要不过度就行。总之，戒烟限酒，清淡均衡饮食，不光对心血管有益，对保持骨头硬朗同样重要。回顾一下，我们一路探讨了骨骼健康的方方面面，从破解补钙误区，到发现豆腐这座天然钙库，再到揭秘和豆腐一起煮能翻倍补钙的神奇食材鱼，以及其他帮助钙吸收利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我们也谈到了运动、阳光和生活习惯对骨骼的深远影响。其实强健骨骼并不神秘，也不需要花大钱买保健品。聪明饮食加规律生活，就是最好的骨骼保养之道。而在众多聪明饮食的技巧中，今天你学到的这一招，豆腐和鱼一起煮，可以说是简单又有效的一招鲜。别小看厨房里那块素净的白豆腐，加上游来游去的鱿鱼，碰撞出的可是硬邦邦的骨骼。对于正长身体的孩子，饭桌上经常出现豆腐鱼汤、豆腐炒虾仁，将让他们赢在起跑线，骨骼成长更快更结实。对于银发族的长辈，每周吃上2-3次豆腐炖鱼，加上适度运动和户外晒太阳，骨质疏松的脚步将大大放缓，甚至骨密度逐年提升也不是梦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方法经济实惠又美味，
全家人都能享受舌尖上的美味，同时收获骨骼的健康。如果您身边还有亲友不知道这个小秘诀，不妨赶快分享给他们。真的，太多人被错误的补钙观念误导，把冤枉钱花在无效的方法上。现在开始，我们用科学聪明的方式把钙吃进骨头里，让我们的骨骼硬朗到想脆都难，健健康康迎接未来的每一天。记住这句话，豆腐和鱼一起煮，补钙效果好满分，骨头硬实一辈子，年岁增长不服输。祝愿大家都能拥有强健的骨骼，活力满满的享受人生的每个阶段。骨骼强，身体棒，我们一起把这简单又神奇的养生智慧传递下去吧。